来找一个盘子，倒一点墨出来。我们画这个叶子要用到墨。我里面加点藤黄吧，太暗了这个颜色，应该说是太灰了。好，这个颜色是这个三青加赭石，我刚刚加了一点藤黄。这个不代表我们每次画叶子的颜色啊，这个只是我们今天画叶子的颜色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稍微来一点点这个老枝干在这里啊，不然这个叶子有点不知道从哪里长出来。好，这随意的来一点哈，重一点。随意的来一点，来一点就是为了让这个叶子有地方长。好，这边再来一下，一根大的要有一根小的。让这里多一点。当然有很多待会儿都被叶子给挡住了，肯定会有很多被叶子挡住了。我们要知道这个叶子从哪里出来的，还有这朵花从哪里出来的。那这里长一组叶子，我们要先交代，给大家示范一下，交代这个叶子从哪里来的。啊，这个叶子从这里长出来，这里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叶子啊。啊，这个花从这里接上，接上之后，这边也是有很多叶子出来。好，这一笔没画好，待会儿我们画的时候，我们画叶子的时候把它遮挡一下。好，这一串。好，我们这个叶子先安排这么多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叶子画上。画上这个叶子之后，我们再看空间感，按照它的空间感再去加花，加后面的这个层次的花。笔尖蘸点浓墨来画叶子啊，画叶子，我们先来画这个最浓的这个地方的叶子，最浓的这一块。看一下先画哪一组呢？画叶子的时候，不要每一笔都是一样大，要有这种变化，有大有小。反面这个叶子垂下去了，
叶子我们要有这个变化，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。你看紫藤花的叶子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它都是往下垂的这种状态啊，都是往下垂的这种状态。那后面还有一层，我们可以画淡一点。那后面从背后垂过来的这一层，所以我们可以加一层淡的。好，这里会有很多，有一些叶子我们两边都看得到，有一些叶子我们只看得到一边，因为它已经是侧面的了。我们要有一些正面的，也要有一些侧面的。你看这种叶子上有大有小，有变化，不要把每一片叶子、每一组叶子都画成一样大。好，这一组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墨色。你看这叶子，它叶子的颜色也会有一些变化。我们要把这一团全部加密，把它加满叶子。好，这一块让它很多很密。好，后面再加一些这种淡一些的叶子。好，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加点胭脂，让这个叶子有一些这种颜色上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一块的叶子肯定都是很密，已经很密，长满了。好，这一组我们可以加一个嫩叶，你看这叶子现在已经把它填满了，是吧？满了才有层次感啊，后面要有一些淡的，你不要太多空间，空间感是要有，但是不能这个空间感太多了。你看该密的地方我们就让它很密，这一块叶子一组组的也能看得出来，但是后面加一些淡叶，就让它感觉这里哇，这后面还有很多叶子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嫩叶哈，这里再来一组嫩叶，嫩叶我们用这个三绿藤黄。好，这里来两组这个比较小一点、比较嫩一点的叶子，让它这个叶子上有这种颜色上的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边来两组，这边也是来这个画这个嫩叶吧，把它也画成这种嫩叶的这种组合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我们还需要加一些花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再来加一些紫藤花，加密一些。好，这里来2串比较淡一点的哈，这个颜色比较淡，我们隐隐约约画一点这种藤就可以了。这是后面的这个层次，我们就是一直说的这个画画要有这个层次感，颜色的这种深浅变化和这种层次感。我们调一点点太白，不水灵，你加点太白，它会更加水灵一些，明白吗？加了太白，它会显得更加太白，就很多老师说不要加太白，加太白不好，那个不是哈，就是太白你要用对了它就好，用错了它就不好，所以我们要会用。我们既然加了，我们要会用，用好了它就好看。好，这个上面这个花是比较浅色的，比较淡一点的，就隐隐约约看得到的这种花。不用太明显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再伸出来一只啊。白是要加，白是剩要加，但是不要加太多了，加太多了它就粉气了，加一点点就好了啊。好，这后面来一串，一小串啊，这比较后面是比较小串的这个紫藤花。但这里也是显得很多这个紫藤花很密，后面还有这些空间我们都可以把它补上。一点点，你看到没有？调太白的时候是一点点调过来，对，调太白和这个颜色是调到一起的，明白吗？太白和颜色是调到一起的，混合在一起的。好，这个后面的层次啊，后面让它隐隐约约有这个花的这种层次。这个就是层次感。好，我们加了一些花之后，我们再来加叶，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叶子。先调太白和这个这个颜色是调的混合在一起的啊。来，我们先勾下这个叶茎啊，待会儿太干了。这个紫藤花的叶子勾叶茎不用勾的太多了，有的地方我们可能一笔就可以了，就中间一笔来一笔就可以了，有些小的叶子。好，叶茎随意的勾几下就可以了，不用太明显了。那我们再来加一些这个淡叶的层次，看一下在哪里再加上一些小淡叶的层次。
这个后面来一些叶子。填满这个颜色，让后面感觉这个叶子很多。来一些这种淡叶。那后面还有这种很多叶子的这种层次，淡叶有深浅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上面也要加一些啊，上面也要加一些这种层次。稍微的笔尖沾一点点墨。这里有一些这种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枝干，反正是后面的这种层次淡淡的。好，就加一些很多层次，让上面密起来。这个角我们就把它留下来，把它留下来。好，上面这一串花已经很丰富了。再来看一下哪里需要。这里看一下，这里是不是我们还要来一串花出来，加一串花出来。看一下我们这个纸的话，这个是中线，这个花都在上面这一节，都在上面这一节。这一块的话，如果空间太多了，就太空了一点，是吧？如果我们下面只是花藤，那这里就很空。那么把这里再加一串花来。再来加一串花，在这个地方加一串花，继续来加花。到上面越来越这个花瓣越来越大，是这个花太青蓝哈，太青蓝加玫瑰红调成的这个颜色。越到上面颜色是越来越有变化，它这个颜色是有几个层次在，不是说一串花我们用一样的颜色去画，那整串花就显得有点平。到上面你可以加一点太白，你看到吗？这里是太白，我们稍微的笔里面蘸一点太白就可以了。
稍微沾一丁点这个太白就可以。颜色上要有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在，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色。就是很多时候不加太白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加了太白之后，它是不是很透亮？就看你怎么用。这个水让它很多。基本上这一朵花它也是在后面这种层次啊，在后面的这个层次。好，我们在这里把这一串花把它串起来，用这个三绿藤黄，还有这个赭石胭脂。好，加上这个花柄，用这个胭脂。好，加上花柄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的装一点点这个藤黄进来，找一些地方装啊，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要有。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加上叶子啊，看一下哪里抓叶子。好，从这个叶子从这里串出来，这里有一串，有一个交叉的。好，把它加上叶子，这里也是加上这个嫩叶的这个感觉，加上嫩叶就可以。嫩叶用这个藤黄、三绿，还有这个赭石，不是赭石啊，朱标、胭脂。这个在里面躲起来的，但我们也要画一点点这个露出来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一串这个花又往下了一点点，往下了一点点，我们再看这个空间感啊，看一下这个空间感，看一下这个纸，边画边看，边画边看。我们先把这个藤画上去，要不把这个镜头拉高一点点，拉高一点，大家看得多一点。太矮的话可能看不到这个，看得太少。所以说画这种长条的，必须得是这种竖屏，横屏都没办法画。横屏的话，你一条线拉到一半，这个屏幕就没有了。
是吧？所以说就是这个课程里，就有些时候不想要竖屏的，所以有一些像这种画这个调平的，真的很多是没办法的。来，我们来画一个藤上去啊，从这里来一个藤，上来，走上来。这里有一点结，我们怎么去处理？把这个结加点水，有大有小，这个空间。啊，这个还没上来啊，这个还要上来，接上来。这里会穿插一些进来，让它有变化，有曲的，有直的。这里走上去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整体来看一下，其实这个在桌面上还是不是很好画的，因为在桌面上有的时候看不清楚它走到哪里了。真的有的时候自己都看不清楚这个枝走的这个藤走到哪里去了。这里再来一，过来，这再加一条这个藤上来，让这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丰富。看一下，我们再去添加东西哈，这一块藤的地方我们再去加东西，然后这个藤也是需要整理的，可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加一串花，这个地方来一串花，这个地方也可以来一串花。好，把它整理一下。本来也可以用上勾线的方法，但是我们是一笔下去，一笔下去，然后再去整理，也是一样的。主藤的话，主要的这一根我们还是要让它有明显一点点。其他藤我们用这个浓墨也是一样，用这个浓墨。
有这种枯笔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汁又从这里出去，让它这个还有无限的去延伸到外面去的这种感觉，画外还有画，这个质感让它淡，就到这里。然后我们待会儿看一下这个空间，如果需要把这个质感再上去的话，我们再上去；如果不需要，我们这个质感就到这儿，到这儿就停了。质感整理之后，它就会显得更加有这种厚度感。如果说有一些家人就是直接画了就不去整理，质感是需要去整理的啊，需要去整理的。有些地方我们像这些小的，我们有些地方点一下这种点，整理之后让它有这种浓淡枯的这种变化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体看一下哪里需要加东西，我们就加东西。这里加一串紫藤，看一下这里要不要加一串紫藤下来。太小的，我们稍微的给它加粗一点点。来看一下哪里加好啊？在哪里加花好？这里我们还是要加一组叶子出来好，加一组这个掉出来的这种叶子。加了叶子之后，我们加一些这种小嫩叶，比较黄一点的这种叶子。就掉的很长很夸张的这种，到上面就是这些点呢，偶尔有一片叶子。这个干了之后它会显得很淡的，这是看不到多少，是后面的这种层次。稍微的加一下液晶，这个上面也是一样，加一点点。
淡淡的紫藤，然后这一组叶子，这一组叶子我们看了一下，要把这一组叶子变成深一点的叶子。因为这里上面都是深的，下面已经没有深的去对比了，没有这种深的组合了，我们下面加一组这种深的叶子。我们要边画边看，边画边去改变这个画面，去调整这个画面。让这个深色的这个叶子下来一点点，上面就很多很密。那个紫藤花它就是这样子，有些地方它就长很多很密。看一下这个空间感，这个空间感特别大，特别大。我们来加一点叶子什么的吧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加一点这个叶子，这里来几组叶子，小嫩叶。不是有一些这种紫藤，它的这种嫩枝干出来还没有长花的，可能这个就是那个还没有开始长花的，再长一下它就长个花出来了。这里只要叶子，我们这里就不画花了。这个叶子要有大有小。这有一组这个小嫩叶，那里来一组叶子，这组叶子的话，看一下还要加一点。这些地方都可以来一些小叶子了。其实不需要加太多，也可以来一组小花，特别小的这种小花。
刚长出来这种，就是那个它长得已经在这个藤上面长的这种小花的话，它长不了很大，就是这么小，一组特别小的。这个下面这里我们再来加一串。我整体来看一下啊，先整体来看一下。现在因为画面不在墙上，所以有的时候看不到这个整体。可以，就是要有这种空间感，大空小空。这个地方我们再来一串啊，这个地方再来一串，从这个地方长一串出来，长一些叶子。这一串也是长一串小小的这种紫藤。好，叶子我们先把这个小嫩叶加上。我们这里来一组这种深一点的叶子吧，让跟上面的叶子有一点呼应。全部是这种浅色的，待会儿我们让它有一点呼应色。好，让它有一点呼应的颜色。不用画成嫩叶子，我们直接把它画成这种颜色的叶子。总要来一组嫩叶吧。再来一组，从这个后面从哪里来也不知道，让它密一点吧，让这个地方的叶子多一点。好，把这个紫藤也画上，这里也画一串这个小紫藤。这个紫藤我们来蓝一点点，这个盘子里多余的这些颜色都可以用。也是比较淡的，一串小小的紫藤，不要画成三角形。我们画紫藤不要画成这样的三角形，我要有一些地方大，有些地方小，让它有一些地方凸出来。好，这个下面这个小紫藤我们就这样可以了。不够长，我们下面画长一点，加长一点点。还是一样，我们要勾一下这个小叶茎啊。随意的勾一下，不要勾得太明显了，这个叶茎。这里面像这种叶子，旁边的小叶子我们勾一笔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整体来看一下，来，我要放下去才能看得到。
现在有一些地方看不全了，我们拿下去看，要下去看前品嘛，题字啊，题字我看一下，这个可能只能题一个穷款，来看一下，这是今天画的这个紫藤，这个太长了，在这个桌面上画，有的时候看不太清楚，但是现在拿下去就能看得清楚。其实这个空间感是可以的，这样子这幅的话还是挺好的。然后这些地方可以加一些是什么小蜜蜂之类的，加一下小蜜蜂之类的。然后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，每一串花的颜色都会有一些变化。颜色的话，花的颜色是由深由浅，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这种颜色。